太酷了吧！如果我告诉你这些画面都是一个第一次使用空拍机的新手拍摄的，你相信吗？没错，这个人就是我。哇！实不相瞒，其實對於飛空拍機這件事情，我一開始是拒絕的，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第一次飛空拍機5分鐘就炸機了，所以我的影片至今為止都沒有出現過空拍的鏡頭。但是人總要跳出自己的舒適區。前陣子我拿到了一台叫做 Anti-Gravity 影靈 A1 的新機器，然後它的賣點聽起來超誇張的，360度空拍，戴上眼鏡就可以第一人稱體驗飛行的視角，最主要的就是新手也能上手。聽起來這些參數都很厲害，但是對我這種炸過機的人來說，我最關心的其實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完成我的第一次飛行。所以這一次我就把它帶到了日本的長野白馬，看看它能不能讓我克服心裡的恐懼，帶我真正的體驗一次飛行。這套組合主要是3個設備構成：機身、飛行眼鏡和體感遙控器。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台機器，它的重量可以感覺到非常的輕。它只有249克，在很多國家呢都處於飛行友好的一個重量的級別，但是在日本，只要超過100克的空拍機都要去註冊。所以大家記得，如果想帶它出去玩的話，最好查一下當地的航空法規，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接着就要說到這個空拍機的一大特點——飛行眼鏡，戴上它，你就可以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去體驗飛行。而且比較貼心的是，它底部直接帶了屈光度調節旋鈕。那如果是近視的朋友，也可以通過這裡來進行屈光度調節。而且你不覺得嗎？這個設計戴上去就很科幻，有種拍假面超人之類的特攝片的感覺。毫不誇張的講，你帶着它去行俠仗義，至少也能加入復聯。其實第一次飛行的時候，我是特別緊張的，又怕撞到樹，又怕飛機無法返航。但是其實它的 App 上有非常詳細的設置指引，那新手教學也做得非常的簡單好學。基本上跟着官方教學影片操作一遍下來，大概10分鐘左右，我就開始慢慢上手了。然後我就飛起來了。哇，怎麼辦？我在飛。說實話，飛機剛飛起來的時候，我腦子裡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哇，這離樹太近了吧？避障真的沒有問題嗎？但是當我戴上眼鏡，看見整片山谷在眼前展開的時候，那種緊張感忽然被一種很奇妙的沉浸感代替了。那以前看別人飛空拍機，我會感覺像是在地面操作一台在天上的攝像機。但是現在呢，我感覺自己真的化身成了一隻鷹。那第一次用這種俯瞰的視角看世界。再說這個體感遙控器，那傳統的搖桿式的遙控器呢，對於很多新手或者是很久不飛的人來說，都需要一定的適應過程。但 A1 的 Free Motion 的操控方式更像是一種直覺，你的手往哪個方向指，飛機就往哪邊飛。想轉彎，手腕輕輕帶一下方向就可以了。它把以前很多的那種手忙腳亂的操作都簡化成了直覺性的控制，所以你就會覺得飛行終於不是一件心驚膽戰的體驗了。哇，你看，周圍是群山。那在我低頭看風景的時候呢，飛機其實都是很穩的，而且能感受到它的懸停其實也相當的穩定。雖然它只有單向避障，但因為它是一個全景的攝像頭，你就可以通過波輪來看周邊有沒有障礙物。那這種安全感也讓我慢慢的就放鬆了下來，能夠非常自如的去體驗飛行。那到了山谷中，我又有點顧慮了，因為起風了，然後它的機身因為很輕嘛，所以我就會擔心它是否能扛風。那事實證明，它在逆風時的姿態比我想象中還要堅強。後期拍攝的素材畫面依然非常的穩定，
而續航方面，它最高可以達到39分鐘。而且我選了这3個電池版本的套裝，無論是拍素材還是飛行體驗都完全夠用了。而且飞行這件事真的會上癮，我本來以為自己只會象徵性的飛幾分鐘，結果因為它持久的續航呢，那天下午我居然主動飛完了2塊電池。看到好看的溪流就飛2分鐘啊，拍完就順手塞到包裡，再繼續向前走。它真正变成了一個隨身的旅行相機，而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在長野白馬飛行的時候呢，因為我是個新手，我的眼睛和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畫面的正前方的湖泊和雪山上，那我当然就以為我眼前拍攝的畫面就是最美的了。但是这台空拍機，我覺得最大也是最吸引人的一個驚喜，就是可以讓你在回顧飛行中發現一些你錯過的風景。我們拍攝的素材都可以通過這個 Anti-Gravity Studio 來進行後期編輯。你可以調整各個角度來看到你在飛行的時候沒有注意到的事情。那比如這段素材，我當時正在朝着山頂飛過去，但回來以後才發現，哇，底下竟然過了一輛電車。那這段素材我正在拍湖的時候，那後來才發現，其實湖面上還有一位正在划桨板的先生在對我招手。而且你也能看到，當空拍機在向天空飛去的同时，站在地上渴望飛行的你自己。所以我覺得也許全景飛行方式才是一台空拍機應該有的功能，它能讓你發現有很多美好的景色在你沒有察覺的地方悄悄地存在着。這就讓先飛行後構圖從一個功能變成了一種實實在在的安全感。那作為一個創作者，你就不再需要在一半緊張一半美景的飛行當下去賭自己的運氣和構圖技術，你只管去向前飛，至於那些你可能不小心錯過的，交給他在後期幫你重新發現。那最後呢，就要跟大家聊一點大實話，那這台機器到底適合誰？那如果你追求的是極致的畫質、電影級的動態範圍，或者你想拍一些比如說房地產啊，或者是旅遊宣傳片啊，這些商業級別的項目，那它絕對不會是你的第一選擇。但如果你和我一樣是一個喜歡一個人出門，想要輕鬆記錄旅行和生活的創作者，或者你是一個因為各種原因對空拍機有顧慮的新手，那它的價值就在於它的整套體驗，還有它憑直覺的操控以及後期上的自由度，這一切都可以說把飛行的門檻降到了最低。那總之呢，這台機器確實第一次讓我體驗到了飛行的樂趣。這支影片我最喜歡的畫面不是什麼炫酷的運鏡，而是當我把視角拉到幾百米的高空，再回頭看見山谷那個極其微小的自己，也讓我短暫的換了一個角度，重新看了一眼自己正在生活的這個世界。好，以上大波湖，我們下期再見，或者再飛。